大家好，今晚想和你聊一点真正属于我们的时间。是不是很多姐妹都这样？白天在公司要专业，要冷静，要撑住场面，回到家还要安排晚饭、辅导作业、照顾父母的情绪。手机里是工作群消息，厨房里是没洗完的碗。我们习惯了顶着，习惯别人依赖我们，却很少有人问一句：你累不累？等一切终于安静下来，孩子睡了，家人休息了，我们才轻轻躺进被窝。明明身体已经很疲惫，大脑却还在转。这时候，短剧成了一个秘密出口，10几分钟一集，不需要太多思考，却能给人浓烈的情绪陪伴。而最近，让无数人深夜停不下来的名字，就是王浩真。她不是那种喧闹型的演员，但她的眼神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，那种感觉很奇妙，像有人在屏幕那头认真地看着你。今晚我们就慢慢聊聊，不急不吵，把这段时间当成给自己的温柔休息。她的深情不是张扬的表白，而是沉默里的陪伴。有一幕，女主强撑着笑，所有人都以为她没事，只有她看出了她的疲惫。镜头给到她的眼睛，没有激烈的动作，只有一种安静而坚定的注视。那种眼神仿佛在说，你不用逞强，我看见了。对于35岁以上的我们来说，被理解比被追求更重要。年轻时我们会为浪漫心动，现在我们更渴望被看懂。生活已经很复杂，如果有人能够透过表面的坚强，看到你真实的脆弱，那是一种极深的温柔。他的深情是慢的，像一杯温水，不会烫伤你，却在不知不觉中温暖整个夜晚。他的偏执不是控制，是那种近乎本能的守护。当剧情出现误会、分离、对立时，他看向女主的眼神依然没有动摇，那种目光很专注，甚至带着一点不讲理的坚定，仿佛在说，就算全世界误解你，我也站在你这边。现实生活里，我们习惯了讲道理，讲现实，讲条件，很少有人会不问得失地偏向我们。所以当他用那样执着的眼神凝视一个人时，观众会瞬间被击中。我们或许知道那是剧情，但情绪是真的，那是一种久违的安全感，一种被选择的感觉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更多是选择别人，选择家庭，选择责任，选择妥协。而在屏幕里，我们终于体验到被坚定选择的幸福。克制是最难演的，因为他没有爆发，只有压抑。有一场戏，他明明想靠近，却在最后一秒停住，眼神里有情绪翻涌，但身体保持距离，那种感觉让人心口发紧。成年人的感情从来不只是喜欢，还要考虑现实、身份、责任。我们太清楚不能的重量，所以当他把那种克制演到极致时，我们会感同身受。那不是懦弱，是成熟，是明明有冲动，却依然为对方着想。这种情绪比甜蜜更复杂，也更真实。年轻时我们为热烈鼓掌，现在却为隐忍落泪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克制里藏着最深的爱。最让人心疼的是破碎，不是大哭，而是快要崩溃却拼命撑住。有一幕，他的眼眶微红，嘴角还在维持平静，可眼神已经开始失焦。那一瞬间，空气仿佛凝固。这种破碎感不是表演用力，而是细节里的真实。我们太熟悉这种状态，在公司被误解，在家庭里委屈，在夜里独自消化情绪。我们也常常是这样，不能倒下，不能崩溃。当他把这种情绪演出来时，像替我们哭了一场。屏幕外的我们，终于可以放下防备。那种释放是安静的，却很治愈。很多人会自嘲，完了，又熬夜了。可如果认真想一想，我们真的只是因为剧情上头吗？对于35岁以上的女性来说，白天的时间几乎被切割得支离破碎。在单位，我们要理性，要效率，要对结果负责。在家庭，
我们要照顾情绪，安排琐事，解决突发问题。我们是协调者，是支撑者，是那个不能倒的人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学会把情绪往后放，委屈先压着，难过等有空再说。可问题是，情绪不会自动消失，它们只是被存放在心里。到了夜晚，环境安静下来，那些白天没来得及消化的感受就开始浮出来。这时候，短剧就像一个安全的容器，它节奏快，情绪浓烈，不需要复杂思考，10几分钟就能经历一次爱与痛的完整循环。而当屏幕上出现王浩真那样细腻的眼神时，我们的大脑会自然进入情绪共振。他的深情让我们放松防备，他的偏执让我们体验被坚定选择，他的克制让我们理解成年人的无奈，他的破碎让我们终于允许自己脆弱。这些是现实里很难彻底释放的情绪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不能随意崩溃，但在剧情里，我们可以放心的哭。那种投入其实是一种心理调节，它帮助我们把压抑的情绪安全地释放出来，所以我们才会一集接一集，不是因为空虚，也不是因为逃避现实，而是因为那几十分钟，我们不用做谁的依靠，我们只需要感受。有时候看着屏幕里的他情绪翻涌，我们会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我也需要被这样认真地对待。深夜的那一点沉浸，不是浪费时间，而是为第二天继续坚强，积蓄能量。当然，前提是别太晚。情绪需要出口，身体也需要休息。说到这里，其实更想认真地对你说一句，喜欢看短剧，喜欢为一个眼神心动，一点都不幼稚。我们这个年纪承受了太多现实，柴米油盐，职场压力，亲子教育，父母健康，每一样都真实又具体。正因为现实足够沉重，我们才更需要一点轻盈的空间。当我们被王浩真的眼神打动时，那种心跳其实在提醒我们，我们依然有感受力，依然会被温柔触动，依然期待被认真对待。这是一种生命力，而不是软弱。只是我们也要学会区分，屏幕里的深情是艺术，现实里的幸福是细水长流。不要因为剧情太浓烈就觉得现实太平淡，真正陪伴我们的是每天的琐碎与真实。也许不是炽热的偏执，而是伴侣一句你辛苦了，不是戏剧化的破碎，而是孩子安静地靠在你肩上。有时候我们需要从剧情里获得情绪滋养，有时候也要把目光拉回生活，发现那些平凡却真实的温暖。所以允许自己沉浸，也记得适时关掉屏幕，给自己倒一杯温水，做几次深呼吸，对镜子里的自己说一句，今天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我们不需要完美，不需要永远理性，不需要一直坚强，偶尔为一个眼神心动，偶尔在深夜里释放情绪，都是在告诉自己，我还在认真地活着。而真正的治愈，不只是来自屏幕，也来自我们对自己的理解与接纳。愿你在故事里得到温柔，也在现实中被温柔对待。